有这样一款直升机，外销超过80个国家，历经60多年却依旧广受好评，并且在同类型中销量最多。黑鹰超过5000架的产量，在它面前都是弟弟。它就是苏联的米八，直升机界的 AK-47，目前总产量超过17000架。喀山直升机厂里，有的工人祖孙3代都在建造这架经典直升机，典型的一机传3代，人走机还在。而外销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性能。米八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。问题来了，米八究竟好在哪儿？与黑鹰相比，二者有哪些区别呢？1979年12月，苏联向阿富汗发动战争，这是苏军直升机部队的首次实战。在战前的1973年3月和6月，苏军就在阿富汗首都附近基地先后驻扎了2个米八直升机大队。苏军的米八主要是执行运输任务，但随着战局的恶化，也不得不参加战斗。1988年1月，苏军对战阿富汗政府军第4炮兵团，米八投放了200名空降兵后，随即用密集的火箭弹压制敌军阵地，摧毁了3门火炮，掩护苏军一次冲锋就占领敌军巢穴。此战苏军仅阵亡2人，却消灭敌军100余人，击毁7门火炮和5辆装甲车。当然作为世界上最畅销的直升机，运输火力支援仅仅是米八直升机的冰山一角。在直升机领域，米八与黑鹰算是最好的对手，但如果要问哪个更好一点，火力军只能说看具体的使用需求和任务类型。毕竟苏式武器与美式武器在设计理念上都不一样。在苏联这边呢，武器这东西就是消耗品，只要能用就行。米八也继承了这一点，机身设计采用半硬可视的短舱，加上看似非常普通的尾梁。尾梁使用钛合金打造，具有良好的延展性和韧性。经过特殊化处理的米八要比一般直升机的寿命要长，性能和可靠性也不错，包括在多种恶劣条件下执行军民运输任务，包括指挥、侦察、救护车和消防等用途。据荷兰航空安全机构 ASN 的相关统计数据，截至2018年3月6日，米八系列直升机共发生各类事故994次，黑鹰的数据为311次。当然，这两型直升机并不属于同一类型，该数据也仅供参考。从生产数量上看，自首架米八在1961年7月7日首飞后，目前该系列直升机已至少生产17000架，是世界上生产数量最多的直升机。而黑鹰首飞于1974年10月17日，目前生产超过5000架。从总生产数与事故数的对比来看，米八的事故率其实并不算特别高。相比之下，黑鹰设计注重于结构简洁、易于维修、安全可靠等特点，就损失从13米高空坠落，机内成员也不会受伤，适合执行空运、救援行动以及特种部队任务等等。而且黑鹰良好的防腐蚀能力和完善的除冰系统，使其能够适应高原地区的使用需求，大大降低了在高原地区的使用风险。不过米八系列直升机由于机体较宽较高，尾部可安装后舱门，在人员、物资等的运送上，比黑鹰这种类型直升机更具优势。黑鹰单次仅能运送13名士兵，而米17则能运送最多约30人。另在采购价格上，单价至少2000万美元的黑鹰几乎是米八系列直升机价格的3倍。所以就火力军而言，如果需要在恶劣条件下执行任务，米八或许是最好的选择，毕竟价格不高，随便糟蹋。如果是军事或救援任务，那就是用黑鹰，可靠性更高一点。至于米八的特点，火力军最开始就说了，米八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，可以经过各种改装，适用于不同的场合中。通常的变种只是在型号后面加字母，比如 F3V、BC 等等，但米八的变种甚至连数字都发生了变化。米八除了基本型号外，还有3种衍生型，外交版称为米17，海军版称为米14，陆军使用的为米24攻击直升机。米17和米24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2个主要脉络。米17与米八在外观上很容易混淆，主要的区分方式有2个。第一个是发动机进气口，米八的进气口是敞开的，而米17加装了防尘罩。第二个是直升机的尾翼方向，米八的尾翼在机身的右侧，米17的尾翼在机身的左侧。米24则是米八武装直升机版本从运输直升机到武装直升机，苏联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。米24的机身装甲进行了进一步加固，可以全方位抵御 12.7 毫米机枪子弹。驾驶舱设计成武装直升机常见上下座席，将武器操作手的位置放在了上面。米24的飞行速度相比当时的直升机有了大幅的提升，
1978年，一架米 -24B 创下了时速 368.4 公里的世界纪录。在直升机历史上，米 -24 兼顾武装攻击和少量运输能力的特点还是比较罕见的。其他直升机在改装成武装型号后，通常就失去了运输的能力。多用途、型号多、结实耐用的结果，就是米8成为了直升机中的销冠，产量17000架以上。而米8之所以能取得这个成就，主要还是受到了美国的刺激。20世纪50年代，世界直升机已经由1代直升机向2代直升机发展，各国直升机制造公司纷纷用涡轴发动机替换活塞式发动机，用钢木混合或全金属桨叶替换木质桨叶，使桨叶寿命提升到12000飞行小时。机体结构为全金属薄壁结构，并且采用减震的吸能起落架和减震座椅。机体外形则开始考虑流线化设计，以减小气动阻力。美国的 S61、UH1、法国的 SA321、苏联的米6都是这个时期的直升机代表。不过，彼时的苏联正是米4直升机大获成功之际，对于新型直升机的研制并不是很上心。米哈伊尔·米里曾向苏联政府递交了一份建议书，建议研制一种全新并配备双涡轴发动机的直升机。当时的米6安装的就是涡轮发动机，实测效果相当不错，但是苏联军方却否决了这一提议。他们对米4相当满意，认为并不需要一种性能更强的直升机。最终，米里说服了苏联政府。按照他的话来说，新直升机更像是对涡轮发动机的更新，而不是全新的直升机。1958年，苏联政府通过了新直升机的研制。最开始的时候，苏联只是研发研制单涡轴发动机，也就是 V8。1960年8月，才决定在研发单发 V8 的同时，研制双发的 V8A。事实证明，研制双发 V8A 的决定是正确的。作为一款结实耐用的直升机，双发能保证一台发动机停止工作时，能借助另一台发动机继续飞行，以防止危险事故发生。1964年11月，苏联政府下令启动米8全面生产计划，生产任务由位于喀山的工厂承担。第一架生产型米8于1965年底总装下线，客运型被称为米 8P， 运输型被称为米 8T。到1967年，米 8A 正式进入苏联空军服役，至此，米8的传奇之路正式开始。按照苏联的想法，米8用于取代苏联当时普遍装备的米4。米4配备的是14缸星型活塞发动机，已经非常落后。由于米8采用了全新的涡轮轴发动，因此与米4相比，动力装置和驾驶舱位置颠倒过来。正因为如此，一个中等身高的人可以在不弯腰的情况下在机舱内行走，尾梁的高度也可以让汽车驶入机舱。在发动机方面，米8最早安装的是克里莫夫 TVR117。早在1960年，米里设计局开始为其 V8A 直升机在竞标中，克里莫夫设计局的方案也就是 TVR117 获胜。这是苏联最早的实用化直升机涡轮轴发动机之一。从1965年到1997年，总计生产了大约23000台，衍生了多种版本。后来苏联在这台发动机的基础上研制了 TV3-117 系列。米里设计局和卡莫夫设计局的直升机当中，有 95% 都安装了 TV3-117 的变种。光米8一种型号就生产了17000多架，甚至连安东诺夫的安140这种轻型涡桨飞机也安装了 TV3-117 发动机的变种。发动机性能好，也就意味着运输能力强。在当时那个年代，米 8T 的运输能力是当时大多数直升机难以相提并论的。从尺寸以及飞行重量来看，米 8T 都可以算是一种中大型直升机，稍微加强放大一下就是 CH-47 的级别，并且本身的运输能力也超过了 CH-47 的兄弟 CH-46。只是米8问世之后，苏联依旧对这架飞机不感兴趣。不过这个时候，美国又给苏联上了一课。越南战争期间，美国发现了直升机的潜力，虽然直升机被击落了几千架，但效果却不容忽视。步兵借助飞行载具，从而有更高的战场机动性，而该种载具除了运输外，还能提供火力支援。于是苏联军方急忙要求米里设计局设计一种米8的改型，而米8的武装运输机版本就是米24 ，1969年首飞。此外，米 8T 也继承了苏联飞机只要能飞就能扔火箭弹的扔炸弹传统，可以在机身两侧挂载有4个 S5 火箭弹发射槽，还可以加装一挺机枪。等到米 8TV、米 8TVK 型，苏联专门改进了直升机的武器挂载能力，外挂点增加到了6个，而且还在机头安装了一挺 12.7 毫米的重机枪。除了 S5 火箭弹之外，还可以挂载250公斤重的炸弹，以及4枚 AT2 苍蝇拍反坦克导弹，火力都快赶上米24了，而运载量则大幅度超过米24。当然，米8的发展型不止这一点，
米八的适应性极强，可以胜任各种复杂任务，比如人员运输、货物运输、医疗救援、灭火、搜救等。除此之外，米八还在军事领域中承担着重要角色，例如攻击直升机、指挥舰载直升机等。在海军这方面，米八则摇身一变变成了反潜直升机，也就是米14。米14直升机在1969年首次试飞，北约代号雾霾。由于这一新改型的直升机航电系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，以及 TV3117 带来的可靠性问题一直没能解决，所以生产速度一度相当缓慢。一直到1973年，米14才开始进行量产，直到1976年5月11日才真正投入使用。米14只装备了海军、陆基航空兵，因此存在感非常弱，最高时速220公里，配备机载雷达系统，可以探测空中、海洋和地面物体、水生站和磁探测器。武器装备鱼雷和深水炸弹，部署在外部悬架和直升机货舱。米14不仅仅是一架具备2栖能力的反潜直升机，它更是一架全天候长航程的多用途直升机。其实际评估的离岸半径可达到300公里。起飞后，米14能够在不着陆的情况下持续飞行5个半小时，最大航程超过1100公里。米14是苏联生产的唯一一架能够收放起落架的2栖直升机，而且带有固定式的浮筒，能够在海面降落和起飞。1992年，由于俄罗斯军队全面裁减，俄海军决定用卡27直升机取代米14，于是就将米14直升机全部退役了。所有俄罗斯的米14都在1996年退役了。有意思的是，在2015年5月的时候，俄罗斯黑海和北方舰队都需要米14这种功能可靠的反潜直升机，因此喀山直升机公司又把已经退役的10架直升机用新的部件改装之后，重新让其投入到俄罗斯海军中服役。2019年，俄罗斯底海舰队接收了几架现代化升级的米14 PSM 反潜直升机，用来执行搜索和救援任务。米8的外销型则变成了米17，属于世界上改装型号最多的中型直升机。米17也就是米8 MT 的出口型，主要改进是在米8的基础上换装了新涡轴发动机，提高了30%的推重比，变速箱与机械结构也进行了一些改造，提高了寿命与可靠性，特别适合黄沙漫天这样的环境。1979年到1989年的阿富汗战争期间，米8 MT 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在阿富汗战争中，米8 MT 平均出勤率达 90%， 执行任务的可靠性概率达 97.5%， 并且也可以玩金鸡独立。在多山的阿富汗，米8 MT 载着机降分队，需要避开许多山间火力点，选定一个相对安全的机降处，所以通常只让前轮或主轮着地，然后放下绳梯实施机降。与之前的米8一样，米8时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适应性强，用途性广。在米17军用、民用基本型的基础上，根据用户不同的功能环境要求，发展出繁多的改进型。无论是在零下45度的冰川雪野，还是在55度的酷热沙漠，或者是海拔4000米的高原，都能看到米17的身影。用户也可以通过加装不同的任务模块，改装成不同型别的米17，比如战术运输型、空中突击型、医疗救护型、电子战型、警用型、通信型和指挥型等近100种。米17属于世界上改进型号最多的中型直升机，服役数量多，采用国家多，也就意味着米8的战场经验极为丰富。最新的战事就是乌俄战场，并创下了很多记录。2022年5月9日，在蛇岛战役中，一架俄军的米8 AMT-SH 直升机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的 TB2 无人机击落，这是历史上首次有人航空器被无人机击落的记录。还有米8的叛逃事件。2023年8月初，乌克兰情报部门发动山雀行动，策反了一名俄军飞行员。之后，这位驾驶一架米8直升机叛逃至乌克兰，随即还携带了维修苏式战机所需的配件。至于米8的战果，火力军觉得没什么好说的，无非就是负责运输。至于提供火力支援，不好意思，时代变了，低空飞行就是单兵防空导弹的靶子。从1967年正式服役算起，到2024年，米8已经服役57年之久，已经年过半百，保存量也相当巨大，且仍然在继续生产。但是在现代战场，直升机完全没有活动的空间，大多数情况下需要直升机的地方是低烈度场合，如小规模冲突、人道主义援助、救灾等方面。在高强度的战场上，米8系列直升机并不能发挥很大的作用，无人机才是王道。不过得益于米8系列的通用性以及恐怖的生产数量，米8还暂时不会退出战场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认为米8还有进一步升级的空间吗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